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在经历过了所谓的太岁年属兔的在2024年，它将迎来怎样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些所谓的危机。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兔子在今年其实是你可以说几乎没有吉星啦，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一个我们叫西神，也就是 Rest God， 其实它的作用真的你也可以忽略掉，它根本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啦。它其实只是来提醒你你要去休息，你要去放松，甚至它可能会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呢比较慵懒一点点。因为其实属兔的在去年的时候，在2023年它是经历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年啦。因为如果你看回去的话，你看到它的吉星我没有记错的话，几乎有10个，凶星也是非常的多。所以你可以说属兔的在2023年已经是非常的精彩了。那老天其实是非常公平的，在你在这样精彩过后那接下来呢，他就说好吧，你今年你就休息吧，你就不需要做这么多了。所以他在吉星方面今年是几乎没有了。那在凶星方面呢，其实也不会很多，主要有几个。那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病符的一个凶星。那这个呢就代表你在今年很容易因为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会比较弱一点，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生病。然后第二个呢，所谓的一个叫阳刃，阳刃它就是一个很喜欢花钱的一个能量啦。所以如果你结合这两个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可能今年在生病，然后你需要花一点钱啦。那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生病，那就很好啦。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想要去购物去逛街去旅行OK， 你还是很想去花一点钱，因为你记得吗？刚才我们的吉星是一个叫西神的。所以你今年放飞自我的一年这样子，所以你就说好吧，我什么都不做，我今年就直接放松 ，OK， 我就来花一点钱，让自己开心，去享受一下这样。那第三个凶星我们是一个叫六害的兔子跟我们的太岁，就是2024年的太岁，也就是龙它是一个相害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你会在今年会特别的感受到不信任感。你甚至可能会跟人家产生一种误会，你会一直觉得别人对你有一种概念，或者有一种的看法，所以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因为你会一直觉得别人这么特别针对我，或者别人为什么特别要来为难我，或者甚至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对方都不会看到我的好，只会看到我的不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实际情况它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因为这个害其实是一个你自己本身一个心理的状态，因为它不一定是对方呢真的有这个意思，或者真的有这个意图要来去迫害你。它可能只是别人很无意的一句话，你就过度的去诠释，而导致你有这种被受害的一种感觉。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兔还是出现在你的八字里面的，这个兔是你本身来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你自己的。你要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实际的情况真的是如此吗？还是我自己有点过度的疑心，或者过度的猜忌别人了？所以属兔的在2024年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你趁机可以休息，然后重整旗鼓的一年啦。因为在经历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年过后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让自己放松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度的放松啦，不然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过度的慵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啦，你的自己的一个抵抗力，因为你刚好呢今年呢有一个病符的这个凶星来到的话，你真的很容易接触到一些病菌一些细菌你就可能会很容易的就让自己生病啦。那第三个呢，最后就是你要注意自己过度的这个疑心，或者一种被害的一种心理啦。很多时候问题的根源往往都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这个无论是在你身体方面的一个状态，可能你没有很好的去照顾它，没有很好的去吃好一点或者睡好一点，然后从而导致自己很容易生病。从心理上来讲的话，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一种疑心、被害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导致你在今年很容易会过度的焦虑，或者被这种情绪困扰。
心里产生不安，所以你就要回到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都跟其他人没有关系，都是跟你自己的状态比较有关系啦。那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的，你是有4个生肖的。那不是很好吗？是的，其实好像如果是属兔的话，你听到今年的运势真的很不好，那你就要快一点去找你的其他3个生肖到底是什么啦。那这里呢，我就有一个八字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你的兔子可以出现在年、月、日、时4个地方。那如果你是年的话，我们讲的就是社交圈子、你的朋友，或者甚至你的一个比较大的环境。那月呢，讲的就是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那日就代表你个人的感情，或者你的另外一半。那时呢，讲的比较多，它讲的是你的内心，是你的下属你的孩子，或者甚至你投资的一些资产。那你就要看这个兔子出现在不同地方的时候，它所影响的那个范围也会不一样。那首先第一个，这年的话，它影响就是你的朋友啦，所以你很有可能在今年呢，你很容易去接触到在生病中的朋友，或者他们本身就带着一些病菌或者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很容易就要传染到给你身上啦。OK， 所以我觉得今年兔子的话，今年就要多注意啦。如果那个朋友已经生病了，我觉得就暂时不要见面啦 ，OK， 保持一个距离，等他好了出来喝茶吃饭这样。那当然了，可能朋友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疑心过重啦，因为你也是有一个相害的一个关系在这里。那我就觉得还是自己健康比较重要啦 ，OK， 那别人怎么说你就让他说吧，就不用紧。那来到事业的话，你可能在工作上你的上司或你的同事可能会觉得你太过慵懒了一点，因为你今年呢是一个习神，就是放飞自我，就什么都不想做的一个状态啦，所以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太过慵懒了。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在休息之余 ，OK， 其实休息是很重要的，但你同时也要做出一点努力，做出一种付出啦，给老板要看到，你其实是有在做工的 ，OK， 我不是来白领薪水的一个。那如果来到日的话，就是代表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一个情况比较容易互相猜疑。那为什么呢？因为卯跟龙今年就是相害嘛，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那个羊刃也是一个花钱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他花我这么多钱？他不会照顾一下我们的财务状况吗？又或者你可能会时常觉得，为什么他每天都生病？你要让我这么的烦恼，要去照顾他，他是不是来故意跟我作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这真的就是你完全出自于你自己本身去想象的一个情况啦。相害比较难搞一点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就 Netflix and chill 多一点啦，你跟你的伴侣去看多一点 Netflix， 然后你们多 chill 一点点，那今年你们就可以很好的度过了。那如果卯出现在时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那个亥呢，它是一个非常心理状态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它来到时的时候它又更切切的是你内心的一个想法，你内心相信的一些东西所以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很难的要去解开或者要摆脱这个被害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卯在这里出现的话，你要记得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唯心造那个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由你自己去产生的，那个感觉也是由你去产生的。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者的一个举动真的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意思啦，所以你就要尽量避免去过度的诠释或者过度的去想象那个对方的那句话或者那个举动是什么意思。所以一切呢都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那个人呢就是你自己本身那对于你的下属、你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情况。你可能会觉得对方今年会特别想来迫害你，或者来跟你作对，或者来让你给你烦恼。但是呢，其实对方真的只是在正常运作，改变的是你自己，因为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你内心的一些感受在影响你。
怎样去看待他们。好，那以上呢就是卯啊，如果出现在4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话，那你就要继续的留意我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很快啊，我们就迈入到了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了。那如果你想在今年呢，比别人更快速的了解到啊，在这一年呢有什么机会或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我叫启动2024年。它的日期呢暂定在2024年1月7日。下午1点到3点，我们会分析整体的这个运势。2024年呢，你要怎样通过一些风水的布局，来让自己挖掘到更多的一些财富机会，可以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好处。那当然了，还有我会分享就是关于2024年它有的一些隐藏的危机，可以让你呢可以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不会做错的一些决定。回到个人方面的话，我也会提供一些个人在事业方面如何去启动那个能量，一个整体的一个能量启动。最后呢，我会再分享你在迎接9运，因为我们都知道2024年呢其实就是9运的开始的一年。OK， 所以2024年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会分享3个在迎接9运的时候你需要懂得一些秘诀啦。OK， 那我本身会利用完八字、奇门遁甲、风水还有易经的所有内容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这个活动我是可以提供你一个无限的重播。OK， 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工作或者生活、家庭都很忙，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当天参与这个活动。那不用担心，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重播。那你过后你要看多少次都可以。OK， 那另外呢，我还会再送一个神秘礼物。OK， 在这个活动里面，那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神秘礼物啦。OK， 那是至于什么呢？你就要参与，你才会知道了。那最后呢，我还会再给一个所谓的启动2024年的一个手册。那你就会问这个活动大概多少钱呢 ？OK， 我其实只是收一个$19的一个价格啦。OK，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资讯栏，或者在留言区那边，我会放一个购买链接。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各位，谢谢。好，那以上呢就是属兔的在今年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那记得要分享给你身边属兔的家人或者朋友让他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准备或者预防啦。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见，拜拜。